中日两国航母首次同框，用航母跟踪航母，日本这种发明创造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周小飞。日本共同社18日称，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察部宣布，发现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等共计4艘舰艇16日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南下，从东海进入太平洋。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日本海上自卫队不是和以前一样用护卫舰、驱逐舰这些舰艇对我们进行跟踪，而是把刚刚完成航母化改装的轻型航母出云号拿出来了，跟我们这儿一路进行伴随跟进，全程监视。那么这个过程中，中日两国航母距离最短的时候20公里，远的时候50公里，如果从空中俯瞰，基本算同框。两国航母同框啊，如果是联合演习，这种事儿不奇怪，但是用航母跟航母这事儿就非常稀奇，算是日本这个发明大国的新发明了。这事儿肯定是新闻热点呢，所以我就看到了国内很多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其中一个实在是亮眼，就是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所长，笔名秦安战略的这么一个自媒体作者对此进行了分析。注意啊，这个中国网络空间战略研究所和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后者才是国家正规机构。这位叫做秦安战略的作者说，辽宁号出海必须具备横扫日本、围歼日本的能力，核打击是威慑军国主义的有效手段。辽宁号航母编队就算再强大，它一个编队几十架飞机，怎么就能做到围歼横扫日本了？而且就算编队里有核潜艇，那也是攻击核潜艇，为编队承担前面的反潜任务，那不是弹道导弹核潜艇，跟核打击关系就真不大。而且至于说威慑日本，咱们还用得着航母编队去日本岸边吗？这位退役大校难道觉得我们陆基的各种东风导弹，我们空军的各种战斗机、轰炸机射程、航程都不够？更不用说航母编队战时靠近对手岸边，那美军航母编队也是不敢的呀，纯粹是给对方各种岸上火力送肉。可见这位退役大校，这位军事作者，军事素养实在是不够，并不懂得如何分析问题，只是口号特别多。真正需要关注的其实不是辽宁编队，而是日本为什么用出云号进行跟踪。航母跟航母还这么近的距离，战场上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这种跟踪方式本身也没有必要。那么日本的意图是什么呢？我觉得这里边要考虑，出云号是已经完成了航母化改装的，虽然现在空着甲板和机库，但是毕竟能力上已经足够搭载 F-35。向中国海军展示一下出云号，有可能是抓住机会嘚瑟一下。我们都很清楚，真打起来肯定不是编队对编队这么简单，我们肯定是用整个体系和敌人对抗，海空军加上火箭军，日本海自实际上是全方位被我们碾压的。但是呢，日本毕竟还有 F-35这么一点点东西可以炫耀。如果单独看辽宁号现在的配置，用歼15和 F-35对抗4代机对5代机，我们毕竟是吃亏的。而且日本利用 F-35上舰这件事儿，多少也有点显示美日关系的意图。所以呢，日本海自这次大概是在中国隐身舰载战斗机上舰之前，向日本国民展示最后一点仅有的装备优势，这是个交代。不然日本国民整天看中国海军快速发展，1年造出一个德国海军的水平，日本的内宣工作也不好做。如果真是为了炫耀这点优势，那确实日本海自应该抓紧所有机会，说不定过几年等我们的新航母、新的舰载隐身战斗机都出现了，日本海自就没得可以嘚瑟了。好，关于日本用航母跟踪航母到底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